在一片小阳春的暖意中，深圳楼市却笼罩在阴影之下。数据显示，2024年4月1日至4月9日，深圳二手房住宅网签量为1162套，新房住宅网签量为504套，二手房市场呈现一定热度。然而，这种热度的背后隐藏着令人不安的市场走向。以往被誉为深圳网红神盘的华润城，如今也难逃被打击的命运。数据统计显示，2024年3月，华润城1237期总成交量达到18套，而到了4月第一周，华润城就成交了5套，相当于每2天就有1套成交。令人心痛的是，伴随着成交量的暴涨，华润城的成交价也越跌越低。据悉，华润城3期89平二房最近成交一套低楼层，成交价仅990万元，再次刷新该户型近3年来的成交底价。同时，华润城1期166平四房，原本去年10月还有2400万元的成交价，现在有套同户型高楼层的报价跌至2200万元左右，价格还可以再谈。相比去年年底，成交价再跌8.3%左右。更令人啧舌的是，华润城3期190平四房，去年年底同户型还稳定在3000万元左右的成交价，如今一套中间楼层的成交价跌至2850万元，跌幅高达5%。这种令人啧舌的价格塌方不仅出现在华润城，在整个深圳楼市中都可见一斑。对于那些饱受价格下跌之苦的业主们来说，他们彻底绷不住了。为了尽快抛售手中的房产，有的业主不惜大幅让价，甚至有业主为了抢客户卖房，不惜将大刀挥向自己。以华润城2期一套150平米的业主为例，去年12月份就给出了非常诚意的价格，报价2150万元左右，价格还可以谈，是当时小区同户型报价最低的一套。然而，即便是小区报价最低的房源，也迟迟未能吸引诚意买家。迫于急卖，业主报价持续松口，2个多月的时间，报价从2150万元一路降至2050万元。与此同时，业主的信心和预期也从12月份一路走低，价格还会降多少才能成交？房子何时才能卖掉？成为业主最大的焦虑。终于，在3月份二手房成交量激增的大背景下，华润城的成交量也随之激增，让业主又重新看到了成交的希望。为了能够借着小阳春快速卖房，业主在得知楼上更高一套同户型报价仅1900万元还包税时，果断将价格下调150万元，最终以1900万元左右的价格抢先成交。这意味着该业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房价就蒸发了250万元。而更令人唏嘘的是，去年3至4月份经历一波小阳春的狂欢后，迎来的却是量价齐跌，几乎所有在去年3月份买入华润城的客户全部高位站岗。今年3月成交量同样暴增，而4月之后的市场是否会重蹈覆辙，没人敢下定论。对于那些等不起、不敢等的业主来说，恐惧和焦虑已经在心中蔓延。他们甘愿自刀逃离卖房煎熬。以华润城润府3期89平二房业主为例，从2021年报价1750万元可谈，到现在1050万元内费力成交，3年预期暴跌700万元。这位业主从2021年就开始考虑卖房，起初报价1750万元可谈，不过那时刚出指导价，市场正处于高位横盘期，买家不敢买，卖家不愿降价，再加上疫情的突袭，看房量极少，更别说成交。直到2022年中旬，市场成交价的不断下滑，业主选择重新放盘，那时业主给出了1400万元底价。不过，同期楼层更高的同户型成交价已经跌至1350万元左右了。最后，在今年3月，市场升温，也让业主看到卖房的希望，对于价格不再纠结，成交成为了业主唯一的期望。最终，在遇到诚心客户的情况下，
业主果断降价至1050万元左右成交。对于这位业主来说，3年的时间遇时不淑，加上多次对市场的错判，报价被迫跌了超700万元。如果在2021年业主敢于狠心降到1500万元出手，也不至于现在如此被动降价，甚至还能多卖将近500万元。这位业主的经历可谓是深圳楼市的一个缩影。3年的楼市剧烈震荡，房地产泡沫的突然破裂，让很多业主还没有意识到楼市变化，就被迫陷入亏本卖房危机。令人战栗的是，华润城的房价可以说是整个深圳楼市的风向标。华润城的业主心态和市场的成交，并非个例和特殊现象，而是完全可以代表深圳楼市的普遍现象。哪怕在去年年初，房价经历了1年多的调整，深圳的业主和购房者对深圳楼市持续看好的信念还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但经历了去年下半年，特别是去年8、9月份后的房价再次大跌，今天很多业主对深圳房价持续看好的信念在开始动摇，甚至部分业主在持续卖房的煎熬中，对深圳房价的信念开始崩塌。这是一场令人心碎的楼市巨变，业主们挣扎在亏本卖房的深渊中，无助地看着自己多年的辛苦成果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就在此时，一个更加令人心惊的消息在网上疯传，国际投行高盛预测，中国的房价才跌到了美国2006年最高点下来的一半，还有一半的路程需要走完。这无疑向已经摇摇欲坠的深圳楼市业主们泼了一盆冰水。根据高盛的分析，美国在2006年楼市泡沫破裂后，从高点到见底用了6年时间，而整整花了12年的时间才重新回到2006年的高点。更具参考意义的是，日本在1991年泡沫的顶点之后，足足花了20年的时间完成了底部铸造，而在2023年，日本的核心区才挑战并且超越最高点，前后花了32年。如果按照这种模式来推演，中国房价的下跌之路恐怕还没有到达终点。高盛认为，中国的房市价格才跌到了美国2006年最高点下来的一半，至少还有一半的路程需要走完。这意味着深圳楼市还要跌10年。深圳房价已经从8字头跌入7字头，再跌入如今的6字头，房价已经回到了2018年。乐友家数据显示，目前深圳的二手房均价跌至6.5万元每平方米，比2021年历史最高点8.3万元每平方米跌幅22%，比2022年跌12%。整体均价都跌了20%，外围区腰斩的楼盘一抓一大把。令人心痛的是，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24年前2个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1136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0.5%，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4.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10566亿元，下降29.3%，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32.7%。这样的跳水态势，让人不禁为深圳楼市的未来担忧。正如有分析师所言，目前谈论楼市见底为时尚早。从高盛的分析来看，中国房价还有一半的路要走，这意味着深圳房价恐怕还要继续下跌。一场长达10年的房价下跌大戏正在深圳上演。在此背景下，维权事件也日益频繁。深圳坪山喜悦台业主、广州保利天汇和祥龙天汇业主都因为开发商降价而进行维权，要求退差价或者退房。有的开发商为了刺激销售，毫不顾及老业主的感受，频频降价，这无疑引起了老业主的极大不满。这种局面似乎只能在漫长的时光中渐渐消化。业主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同样总价买入的房子，5年后差几十上百万，或者几百上千万，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正在深圳这座城市上演。对于深圳房地产业主和购房者来说，这场寒冬无疑来临的猝不及防。昔日不可一世的深圳楼市正一步步走向死亡之谷。当年买房100万，5年后价值10倍的神话已经一去不复返。业主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损失，他们无助地看着梦想破碎，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边缘。